第一个演讲也是由我本人给大家带来的，主题为打点卡包，创造企业营销新模式。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哈，福建博全哈希科技有限公司。那我们的公司是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专注在区块链领域的科技创新型公司，拥有工信部颁发的 ICP、EDI、IDC 的许可证。那现在已经获得福建省高新科技这个技术企业的认证，入选了2021年度福建省数字经济领域登临创新型的企业。那也是火山引擎这个在华南地区这个独家授权的经销商。那总的来说，就是我们是一家专注于提供区块链基础设施服务的公司。好，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打点卡包，那什么是打点卡包呢？打点卡包是我们基于 Badge 服务所推出的一项针对普通用户的资产管理功能，帮助用户管理他们在区块链上的各类虚拟的资产以及电子化后的这个现实的资产。那卡包当中的资产将以卡包的卡片的 UI 形式存在所以它也称之为卡包用户可以向卡包当中增加任意的资产卡片。那么增加的方式主要是有两种，一种是用户自定义创建。那另外一种则是从公共的这个卡包市场当中添加。那截止目前，已经有数百种的这个资产被用户添加到打点的卡包当中进行管理。那打点卡包的这个功能分层结构呢，最底层是我们的 BSV 的公链，然后在之上呢是 Script 这个智能编译的工具，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智能编译工具，我们实现了 Badge 的服务然后在 Badge 的服务之上才是应用层的这个卡包的功能。那这种层级关系就非常类似于这个游戏行业当中的这个底层的编程语言然后在这上面构筑了一个游戏引擎，比如说这个寒霜然后通过寒霜引擎做出来的具体的某一款游戏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卡包的功能它是逐层往上的。那所以卡包当中的这些资产呢，它可以是一个行权的证明，比如说是我们这个卡包市场当中有一个 CUMC 的这个文明升级会员卡，那它是由罗一清老师自己创建的。那么用户可以在卡包市场当中进行添加跟购买，购买以后呢，就是可以按照上面所说的添加这个作者的微信，通过这个卡包资产来兑换《文明升级》这本书的阅读权限。同时它也可以是应用的积分那比如说 BOEX 这个应用的话，它在我们的卡包里头发行了自己的这个应用积分，同时呢，在卡包资产里面，它还创建了许多跳转到他们具体应用场景的链接，那方便用户可以非常快捷的通过打点卡包跳转到他们对应的这个应用里头那这样的方式就极大的这个缩短了用户的这个等待或者说这个转化率那当然它也可以只是最简单的只是一个纪念的意义那比如说这个 Script 的这个一强同学就在打点卡包里面发行了一个Bitcoin SV Bootcamp 2021的纪念卡那这个只是一个纪念的意义，就好比这个父母给小孩创建了一些关键点的一些纪念的时刻，把照片上传上去，然后呢命名一下，就可以生成自己的这个卡包资产。那所以全新的这个卡包模块呢，可以让 BSV 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不论是优惠券购买的商品，游戏市场获得的各种代币，还是尊贵的 VIP 会员卡，这些通通都可以以这个卡片的形式存放在用户的钱包当中。那为什么选择打点卡包呢？那其实除了最基本的创建、展示、分享转移、接收之外，还可以发送红包还可以进行一些销毁的操作。那就比如说这个父母亲跟小孩子创建一个劳动积分，那么小朋友呢，这个每次通过这个家庭这个劳动可以掌握一些积分，然后呢，父母就把这个积分转移到小朋友的这个打点卡包里面去，那么就是一个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个行为，那么可以很方便的记录下来小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家庭的一些这个贡献
然后对他奖励一些玩具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些东西。那下面这些截图呢，就是具体的打点卡包里面的一些操作的页面啊。相对来说，它已经是一个功能比较全面的一个功能模块。那同时，为了保障我们这个打点卡包资产跟数据的这个真实性，我们还推出了一个 Touchstone 试金石的功能。那这个与传统中心化的 Oracle 验证不同的就是，我们是采用一层的 UTXO 的脚本加上去中心化的开源代码验证那这种的方式就把交易验证的这个主动权交给用户跟开发者，所有人都可以运行这个 Touchstone， 就好像是每个人都有验钞机并且可以查看这个验钞机的这个实现原理自己造一台验钞机，如果他们需要的话，那这样就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这个对打点这个卡包的这个中心化的依赖程度。简单的讲，就是如果若干年后或者是许久之后打点不复存在了，但是用户的资产还是始终在链上可以记录，并且是不影响它的流转，可以脱离打点在第三方的任意2个或3个的这个第三方当中进行转移。那同时呢，这个我们打点卡包还会整合到互联网既有的基础设施当中，就好像说我们为什么叫卡包一样，就是因为大家目前熟知的这个微信卡包、跟支付宝卡包，还有苹果的这个 Passes， 还有 Google Pay 的 Passes， 还有华为的他们叫卡证，那其实这都是非常类似相同的东西。为了降低大家的这个学习跟教育成本，所以我们也是命名为卡包。那这些卡包之间是可以打通的，他们有通过这个公共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 API 接口，那么就把这些打点卡包的资产可以全面的接入到这些第三方这个互联网既有的这些卡包工具当中。那么目前这个功能已经是在测试当中，相信很快就可以上线了。那这将极大的降低个人跟开发者在这些卡包当中发行和展示资产的这个门槛，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用户其实都知道，就是不论是普通人还是开发者，都比较难的在这些既有的互联网的基础设施里头去发行这些卡包资产。基于 Badge 的服务，那么我们的这个卡包的功能已经稳定运行了1年，都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故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同时，我们这个操作的门槛也比较低。那另外就是我们卡包当中的这个功能还在持续的增加，同时这个使用打点卡包的用户数跟这个开发者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魔兽世界的点卡跟道具可以在游戏之外进行交易，那将是全新的一种这个营销模式。比如说，从传统的这种这个游戏积分或者是游戏的这个激励的一些道具，它原来只能在单一款或者是某个公司旗下的若干个产品里面进行流通跟转移。所有的这些购买跟消费的行为都没有办法在他们这个游戏之外进行，那这个其实是极大的限制了这个游戏的这个消费的场景那通过这个打点的卡包，其实用户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区块链的资产添加到里面进行管理，同时进行一些转移跟交易，就极大的提高了这个产品的交易的效率，降低了这种摩擦的成本。那同时呢，这个打点卡包还将全面的支持我们现在即将推出的一个新产品是我们 NFT 的这个交易平台我们把它名字叫做恒静因为区块链的特性它这个代表了一些这个永恒的属性所以说我们有一个起了这么样一个名字那什么样是恒静呢？就是我们基于区块链的这个技术自主研发的一款这个数字商品交易的平台。那在这里呢，你可以欣赏、购买、铸造还有出售等等这些数字商品。那目前我们这个交易平台主要目标还是说打通这个区块链跟人文在这个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这个路径促进这个艺术品的宣传、销售、保护和溯源。那从这个具体的这个界面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用一些非常简明的这些按钮还有这个 UI 的设计，能够让用户呢一眼就可以进行这个购买、铸造、出售以及
管理这些数字商品。那目前的这个恒进的这个交易平台呢，那它依托的还是我们这个 BSV 的这个区块链啊，同时用上了我们自主研发的 NFT 的这个技术，那它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创建、出售跟购买等这个一系列的行为啊，那最终达到的效果就是能够替这上面的这个艺术家们创造更多的收入，然后宣传他们这个自己的作品，同时为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买家们可以收藏到更精美的这个画作。总的来说，就是我们的恒进的这个交易平台就是帮助艺术创作者创造更多价值的一整套解决方案。那其实，在市面上其他的公链或者是这个私有链、联盟链等等，他们也都有这种的交易平台。那为什么会选择我们恒进呢？其实理由也挺简单的，就是 BSV 这个区块链本身对于其他的这个公链，它有一些特有的优势。首先，它这个协议是很稳定的，那就意味着说，买家跟卖家他购买到的这些作品呢，不会轻易的被更改变动丢失甚至损坏掉那同时 BSV 的这个交易处理能力是非常强的，因为它区块的这个体积比较大，那么同时这个并发的这个量就远远超过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其他的这些公链，那这就能促进说我们作品的这个交易的量不会受到一些比较小的区块的限制导致说每秒的这个并发数还是比较小的同时也因为这种扩容的方向、大区块的这种路径，也能够使得 BSV 上的这个交易处理成本可以降到非常低作品的这就让卖家的这个作品的定价空间会更加的灵活。因为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是在其他比较知名的一些公链上面进行 NFT 的这个销售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交易的摩擦成本可能是最低是10几块钱的这个人民币多则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元的这个交易的费用。那么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使得上面交易的物品的这个定价，它就必须要高于这些摩擦成本。那就使得许多的这个在100元以下，或者是10几块钱的这种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呢，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这个交易跟流通了。那我们基于的这个 NFT 的协议呢，也是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一套这个解决方案它也是基于 BSV 的这条公链的那它的这些可验证的特性等等呢这个也一样，就是都同时兼具了零确认到账然后交易手续费这个低廉，并且交易的脚本都极小同时可以非常方便的溯源方便开发者们去追溯这个交易的合法性跟唯一性。那我们目前跟其他链上的这个交易平台最大的不同之处，其实有一些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产品的定位，我们产品的定位始终是走这个 PGC 的这个路径，这个方向，就使得所有的交易的这些资产或者说是 NFT 的物品，都必须是由一些这个有社会地位或者是个人成就认证的这些卖家进行创作跟销售。那普通的用户呢，他是只能在上面进行浏览跟购买行为的或者是购买了这个其他这个知名作家的作品之后，才可以进行2次的这个转卖。那同时，我们这个交易平台其实输出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单一的一个 APP因为目前我们知道 NFT 的这个销售的路径，如果单依靠单独的一个 APP 的话，它是很难完成的。就是大部分的 NFT 的这个价值，它的这个交易的摩擦成本是很高的，它是很难达成价值的共识的有的人可能觉得某一幅画它是价值连城的，但可能在其他另外的人眼中可能就是一文不值的。所以说这个交易的匹配的难度就是远远高于我们普通的这种的这个标准化产品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依托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来帮助卖家来很好的解决这部分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问题。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跟火山引擎因为是战略的合作伙伴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今日头条整合输出一整套的这个包括直播、推荐算法等在内的解决方案帮助这些卖家跟买家更好的匹配到自己想要的这些商品。那同时也是依托我们目前打点既有的这个优质的用户群体那这些用户群体分布的是非常广泛的差不多是150多个国家跟地区。那主要的分布区域是东南亚我们国内还有欧洲跟美国那这些用户的特点就是他的消费意愿和能力都非常强。那从目前我们10月份刚刚拿到的这个数据来说，我们单月的这个流水的规模已经达到8000万人民币左右那这是非常可观的那所以说有这么优质的这个用户群体作为我们横进平台的这个初始的用户的话，那如果卖家能够做出很优质的商品，我相信这上面的这个销量跟最后给卖家创造的收入都是比较可观的。那同时也是因为相较于国外的这种的比较知名的 NFT 的这个交易平台呢，那我们因为在立足于国内，那所以说我们国家对这个区块链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新兴的技术还是大力倡导的3月份就是今年3月份国家已经正式的这个发布了一些关于区块链合作的这些的指导的文件那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查阅那我们目前横进的这个核心逻辑跟技术架构，其实早在前几个月就已经尘埃落定了。那这部分的这个设计的思路跟实现的方式，也获得了我们省级部门单位的这个积极肯定并且深入探讨后续这个如何把这些业务模块跟实现的逻辑去解决实际生活当中各种艺术创作的这个问题。好，那么在最后呢，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些横进的交易平台跟打点卡包有兴趣的用户，那么跟同学呢可以是扫我们这个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用户群，跟我们商务的这个微信，后续可以随时沟通。以上就是我今天演讲的部分比如说这个永辉或者是沃尔玛，它是传统的这个超市，对吧？那么它传统的营销手段其实很简单，就是发优惠券通过线上的优惠券领取，跟线下这个人力进行这个投放这些物料来进行促进这个消费行为。那如果依托这个打点卡包或者区块链的这种形式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优惠券区块链化。那简单的讲呢，就是说跟原先的这个固有的模式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的这个优惠券，首先它可以不仅在这个永辉或者是沃尔玛这个体系里面进行流通，它完全可以流通到这个他们体系外头去。那这样的话就能方便，就类似于比如说这个他们发行的那个月饼券，对吧？但是这个月饼的券呢，通常我们并不是购买月饼券的人最后是去买月饼的通常是把月饼券赠送给这个亲戚朋友，可能甚至中间转手好几道，是吧？那这个的这个转移的流程当中，其实这个效率是很低的那如果通过区块链这种营销模式的话，那么它在区块链上发行的这个优惠券，就可以很好的直接的在永辉的这个体系之外可以进行转移，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它这个还有自己的这个民间的定价，而且这个交易的效率也会远远比我们传统的模式要高很多就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一样，就是它可以打破原来这个在企业在自己固有领域里面体系里面运作的这种模式比如说如果我永辉我充会员卡的这个或者说这个充会员券，那么我可能会有疑虑，我充1000块钱我是不是都能花掉？如果我不能花掉，我就不敢充了，或者说我只能充很少量的钱在里头。但是如果它是做成区块链化的这个优惠券之后，那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充的这个1000块钱的优惠券在永辉这里面的话，那如果是有其他商家支持这个协议或者支持这个资产的话，我是完全可以把这些券转移到外头去，
在沃尔玛里面进行使用的啊。那这样的话，对于两边来说，沃尔玛跟永汇来说，它是双赢啊。对于用户来说，它也不会有这种直接的资产流失，相对来说，就使得这个资产的利用效率会极大的提高啊。那么我再问一个，就是说这个店铺销售店铺销售的话，那么有发这个卡券，它需不需要自己有这个，就是说开发人员呐，或者是怎么来？它目前是我们对这个目前卡包呢是分为2个面对的对象啊，那一个是它针对开发人员有专门的接口啊，它可以进行调用，这个是对于那些有开发能力的这些商家，他们可以高度的自定义自己的各种的这个资产优惠券、会员卡等等。那针对这些普通的商家或者是普通用户，他们可能不太具备这种一定的这种开发实力的，那直接用我们的这个卡包的这个图形界面进行操作，就可以打造自己的这个专属的资产啊，所以它不需要开发人员。如果有一些大的商家，他有开发实力的，那么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些 badge 服务，就是卡包的这个基础模块来进行接口调用，创造属于自己这个独有的资产啊，所以这个是都可以的。